哇，看到了吗？前面好像是2只野鸡耶，这只野鸡还在抖动着它的翅膀。这是我们近1年来拍摄视频第1次看到野鸡，不知道下次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亲眼看到野猪。在湖南大山深处，一条泥土路蜿蜒穿谷，成了连通外界的唯一通道。废弃的泥土房静静卧在山谷深处，藏着岁月的痕迹。徒步探访时，偶尔与原住村民擦肩而过，山野间的相遇，朴素又温柔。这里山清水秀，青石板古桥横卧西面，一汪清冽山泉水从桥下缓缓淌过，润了古桥，也润了这方古朴人家。步行30分钟，我们遇见一位爷爷在山间劳作，锄头起落，清理着丛生的杂草。他热心地讲起这片山谷曾经的故事，言语间满是岁月沉淀的温柔，还热情邀我们去家中做客。门前小桥流水，虽只是一间泥土房，老人却独守在这里，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没有繁华喧闹，只有山间清风潺潺流水与一颗安然自在的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然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岁岁安然。大家看到我身后这2栋房子了吗？又是古色古香的泥土房。今天我们又来寻幽探古了。现在我们准备徒步进我身后这个山谷里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选择住在这里面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就进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。我们先来看看这2栋泥土房。在目前这2栋房子啊，已经是废弃的。但是它的外墙呢是做了一定的粉饰修缮。在2栋房子前面呢有一条溪流，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语文课本上所说的小桥流水人家。这栋房子啊，也是一栋2层的泥土房，外墙呢做了粉饰装修以后啊，看起来还是比较不错的。以前看起来这栋房子还做了一些其他的用途，上面是一个五彩远足俱乐部，这里应该是一个歇脚的地方，游玩的一个地方。这个房子看起来应该没有废弃太久，这里还养了蜜蜂。我们再来看看上面这栋房子，瞧一瞧。这栋房子呢，它的地基全部是这种石块搭建起来的。门口有2棵缸，看样子以前这户人家，它的格局设计啊，还是有一定的讲究。门口这2副对联已经被这个墙面的泥水啊渗透的看不清字了。
这栋房子应该废弃了有10来年，上面的瓦片呢也没有做太多的修缮，所以整个墙体啊渗水比较严重。这个房子的高度也接近10来米了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准备沿着我前面那条道路走到这山谷里面去看一看。这2栋房子，对于在几十年前来讲，还算是比较有一定实力的人才能建得起这么样的房子。整个它的格局啊、面积啊，都还算是不错的。生活在这个大山里面呢，早晨起来就能够听到鸟儿叫啊、陈子吟啊，然后门口的这条山泉水啊，一直川流不息的流淌，所以整个地方适合养生，到这里面来养老。今天的天气是阴天，温度还比较适中。这里有一栋新修的房子，看起来也是没有人住了。好吧，我们沿着这条泥巴路走到山谷里面去吧。看这个新架线的电线杆，里面应该还是有人生活的，因为我们无人机看到里面还有3、4栋房子。寒风吹过，我冻得瑟瑟发抖。在山谷里是真的很冷，因为温差现在很不平衡啊。前几天27、8度，接近30度的高温，一夜之间又只有10度不到的温度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人家。老人家，你住在这里面啊？你住在这里面啊？你没有啊？哇，这个山泉水稀里哗啦的响。刚刚这个老人家不住在这里面，莫非他在里面做养殖？刚刚这位大叔，骑着摩托车一晃而过，应该不是住在这里面的村民，可能是过来砍树的。这山谷里面好多鸟啊，所以这里面的生态啊非常不错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山谷里面整个路程大概是2.5公里左右，所以我们仍然是步行进去。通过无人机看的这个路面还算是比较宽，但是我们不敢走，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不是很熟悉，第一次来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这个就可以吃啊，这个已经是红了，野果子，这是吃的时候了，可以摘一个吃，里面有甜味，很甜的。爸爸小时候吃过吗？吃过。哇，上面好多刺，应该很扎手。对，要拿一个手套。拿一个手套。哇，这个上面也是好多刺。好，我用这个叶子包一下。好，再一个，这种野果子呢，把这边刺把它去掉，然后里面呢就会有一些汁水，很甜的，酸酸甜甜的。小心不要刺到手了。在30年前，也就是70几年、80几年的时候，70年代、80年代，生活物质条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，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讲，野果子
算是人间美味了。尤其是对于生活在这个大山里面、山谷里面的小孩子来讲啊，更是难得的美食了。这个道路看起来有这么宽，我想在30年前，因为这个道路啊，肯定不会有这么宽，应该就是一条羊肠小道。因为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两边呢是有挖掘机作业过的痕迹。啊，这个路面啊，扩成接近有4米宽的路面了，小心别扎到手了。哇，这个山谷里面与众不同哎，走了接近1000多米的距离了，去了刚刚在入口处看到一栋房子。哦，刚刚说没看到房子，拐角处又有一栋泥土房。我们进去看一看，看看这个泥土房有人住吗？啊，看起来这栋房子又是废弃了，又没有人住在这里面了。这个地方以前好像是稻田吧？这里属于菜地。菜地。种红薯、花生啊，种青菜呀，也可能会种一些水稻咯。以前这条路肯定不会有那么宽啊。这栋房子看样子垮塌了一部分了。这里这栋泥砖房以前应该是养猪的，或者是养山羊的，也是垮塌了。而且这栋房子应该也修了5、6年了。这栋泥土房还蛮大气的，但是已经垮塌了一部分了。旁边一些分箱也属于废弃的状态了。我们看看这个房子里面，啊，废弃的不成样子了。门口这一棵是桂花树，而且这栋房子以前外墙还做过粉刷装饰，但是房子后面这部分已经是垮塌了。那么这样看起来，这栋房子2年到5年的时间，这个房子就彻底墙倒屋塌了。因为这个房子的主人看上去没有计划打算对这栋房屋做修缮，门口的杂草也是一堆了。好吧，阿兰，我们继续往山谷里面走吧。这里还用了水泥做了一点的硬化，所以这栋房子应该废弃了大概8年左右吧。走到这个拐弯处，我们这里看到了一个菜园子，种了一些青菜，但是现在都已经开花了。这是什么菜啊？这个是萝卜菜啊，萝卜啊。萝卜。啊，开花了呀。看着不怎么像。从来都没有。这是白萝卜，这就是白萝卜啊。那红萝卜呢？红萝卜是另外一种啊。然后这里是上海青啊。这里也是白萝卜，然后里面有大蒜。啊，这样子看来里面应该是有人住，但是这样看来这些菜都没有摘走吃掉，莫非这里面的人搬出去了吗？还是说偶尔回来一下，像刚刚与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位大叔一样，骑个摩托车10秒钟就不见人影了？给你摘的野果子的刺被你搞掉了吗？是的。好吧，待会用水洗干净，洗干净以后你可以试一下味道。它那个是成熟之后它还是硬硬的吗？
里面打开以后，爸爸也好久没吃过了，有20-30年没吃过了。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味道了。哦，前面还有一栋房子。这里应该是搞养殖的吧？哎，那里还有一个养猪场。那里还有个水塔。嗯，这里是。哇，2只狗。哦，有狗哦。来，给爸爸。好，几只狗。这里是养猪场。等一下啊，我去拿一根长棍子。哇，找不到一根好棍子啊！我来拿一根长一点的棍子。好，找到一根2-3米长的竹棍，这样子就有胆量走进去。那里还养了鹅。哎，这里住的有人。它这个养猪场建的还蛮大的。好臭。这个不是养山羊的。啊，养了3只白鹅。啊，呵呵，住的有人。人呢？我在里面走走吧。这是养猪场。这个棍子长就是有好处。再一个，这2条狗不是那种很凶神恶煞的狗，所以呢，它们不敢太靠近我们。后面这个小狗仔看到没？好可爱。这个小狗仔呢就会非常温顺，这个鹅就跟着我们赶。啊，小狗狗，看看，来来来，来，哇，这户人家养了好多猪啊！远远的就可以听到猪的叫声。呼噜呼噜的。刚刚门口的一位女孩子不知道什么情况，那么大的鹅叫和狗叫，她都不抬下头，都不看一下是谁来了，啊，淡定自如啊。因为我们目的地是要到这个山谷里面去，所以我们路途啊就不做太多的停留，一直往里面走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前面有一位爷爷。看到吗？这里，对面。啊，那就是这栋房子应该是一位爷爷住在这里面了，因为上面还晾晒了衣服、毛巾，啊，对吧？是的。那么我们去那里爷爷看看，看看这位爷爷年龄有多大了呀？哇，住在这个山谷里面，还算是挺不错的嘞。唯一的不足就是这个路啊，特别烂。要不是出太阳，这个路根本没办法走。这个电线杆都还一直往里面延伸，所以里面啊应该都还住的有人。哎，你好。啊，没听到我们打招呼。你好。嘿，说你是准备种菜了？这山里面就你一个人住吗？我说这个山里面就你一个人住啊？有时他们都是嗰啲草豬啊。啊，2家在这里养猪，但是住的人就只有你一个人住在这里。哦，是那栋泥头房是你的对吧？那栋泥头房是你的吗？啊，就你一个人住在这里面啊？哈哈，你在里面准备种点什么了？种点斑鸠啊。种点青菜还是什么？不，栽呀斑
番椒啊，辣椒啊。啊，这辣椒啊。哦，以前这里是土还是田呢？呢度是田咯。以前这里是田呐。这里以前这里面住的人多不多啊？呢個我呢啊，等啊，嗰啲啊下邊嗰啲有個湖呢啊，兜個湖嗰啲錢啊，我樓上3個組啊。啊，以前这里有3个组。那住的差不多有200-300人了。有么多人？200多人，但是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了。哈，那不孤单吗？一个人住这里？我不孤单。不过那里有2户人家在这里养猪。那你啊，用這個我也不怕。也不怕，因為你這裡是土生土長的地方了。說貴姓啊？你貴姓啊？我姓吳。姓吳啊？老上的口啥子啊？哦，吳，口天吳。啊，你的年齡應該是58歲左右。66了咯。啊，你66歲啦？哼，看不出來哦。你到那裡啊，幹什麼啊？帶小孩子出來玩一玩啦。到山裡面走一走啊，看看風景啊，拍拍視頻啊，走一走啊。好似跑幾年跑到5年我就不修。啊，就是上面還有一個人也是像你一樣開荒種點菜，但是以前他是住在這裡面的人，然後種點菜了，然後帶到城裡面去吃。這裡都還有以前去年種的辣椒的那個根。你這裡接的辣椒接的怎麼樣呢？去年？那個國泰機，我啊，很愛炒個個多，整個你年紀曬乾都乾啊，20幾斤乾啊。曬20斤乾的，還吃不完，還另外還送一些新鮮的給旁邊的鄰居。哎呀，就這麼一點點地方哎。這裡才1分多田嘞，1分多地嘞。1分地，差不多接近1分地。沒都還沒有啊。年輕人都叫話老後天係一片過送上來。修路過去去修個，應該個是以前。以前的路沒有這麼寬。那以前的路就我的叫。以前的路大概就只有2米寬。最多2米寬。2米寬。這條路都是誠心在挖通的、挖開的。挖開的。挖的有點田地行了。你這裡的田已經還要大一點。旁邊的話，這個路還佔掉了一部分。那下面那些樹那個地方，應該以前也是田吧？對吧？這邊全部是田。以前走路是不是旁邊那裡是一條小路不？我剛剛看到那裡一條小路。它是紅樹啊，你的看過樹啊，紅都多個啦。以前你們走路都是挨着那邊走。不是，這路很多在那裡。它也是紅樹啊。管水。就是山泉水，要是澆灌到田裡面，就走那邊。搞灌溉的。那裡是一條水渠了。現在怎麼搞不成呢？現在沒人管了。因為都搬走了嘛。都搬走了。你現在就掙的這一點點土了。糧食就要去外面買。不，我下面嗰啲啊，很追得有的。嗰啲地下嗰條啊。下面一點點，你還種了一點點田嗎？就是種1季水稻了，一年。以前可以種2季水稻。種2季水稻喂。產量高不高？產量不高。產量不高。我們田裡面產量不高。那你這裡面以前有200-300個人，那時候田應該不多吧？一個人。一分5畍地。一個人平均1分田左右。1分5畍。1.5分左右。土呢？土的話就是要去山上吧？土在上頭。土就多。土就多。但是土的話，你山上也沒水呀，那怎麼辦？靠天下雨啊？做了洪水啊，正洪水啊。只能正洪水嘛。花生能種嗎？玉米啊這些？可以種。但是產量怎麼樣呢？產量不高。產量不高。那條都3等西車。5車。就種這些東西，上面就是一些野兔子啊、野豬啊這些吃了。野豬多。
我快一行就够过去。啊，一成群结队的野猪。啊，现在野猪多不多？现在还有吗？现在不多了，啊，现在不多了。现在不多了。以前就是成群结队的野猪，然后还有黄鼠狼什么的，都有。现在的话，你一个人住到那个房子里面，你养了鸡吗？没有。鸡没养，狗也没养，猪也没养，鸭也没养。那你这些吃的东西怎么办呢？都去外面买啊？我外面买的就了吧。啊。我只挑了够多。啊，你一个人吃不了多少。差不多。那你的儿女呢？没了。你的小孩子呢？小孩子谁呀？我已经啊。啊，你小孩子去外面工作了，就你一个人住在这里，他们放心你住这里啊？呵呵。哎呀，小孩子都在外面有房子，为什么你不跟着他们一起在外面享福去呢？操心，哎呀，我我在操心，没得事做。啊，在城过不去。啊，在城里面天天让你玩，你也玩得不开心，要活动一下筋骨。到这个山里面来，自己开点荒，挣点东西。那你一个人搞这个地方也是比较辛苦哦。那现在基本上这里的田啊、地啊都荒废了嘛？都好疯了。啊，没人种了，就你选一个好点的地方开一下荒就开一下荒了。啊。以前这个山谷里面。整体来讲就是说，有没有个300-400年这个村子？这个地方啊，有300-400年了吗？住人的话？去年的话，3呐。啊，有200-300年吗？有。200-300年应该有啊。以前你这里才1-2米的路的话，那时候小孩子读书不是特别不方便啊，出行啊各方面。现在都远好些了。啊。我这个地啊，下面我的有学习哦。啊，就是在这个山下面。啊，这里底下这里有学习哦。啊，那里有学校，都还算是比较近了。村小学就是在这个口子边，大概1公里的样子。1公里多几。啊，1到2公里了，那都还算不错了。我把这花都这个我喊你带这个人不也对。啊，要是有学校，这里的人都不会出去。都不会出去。因为这个地方风景还不错。主要是没有学校，3个小学都来回都4-5公里，然后你要是去读初中、读高中，就有几10公里了，根本就不现实。不行。所以就只能够出去。你这里面就这个电通了多久啊？啊，这个山里面的电有30年吗？有的。30年也了。30年有了。啊。这里有没有做计划把这条路面给你们修成水泥路了？没得计划了。啊，没人管了。因为这里面没有人住了。你修个路啊，说明没拿钱嘞。哇，这条路修通都是你们自己发钱修？自己拿钱修过的。啊，都是你们自己村里面的人花钱修的。啊。专门自己请的挖机把那路扩宽了。啊。你这条路什么时间挖宽的了？挖宽的就是有10年吗？没得，按人家4、5年级、5年级。啊，还不到5年挖通。那要是5年前进来，还不就还是只有1米多宽嘛？不，以前还是这样过松山的。啊。你接近2米宽了，2米宽的样子了。那也是出行就不方便，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要搞独轮车，然后就是靠2个肩膀挑出去东西。那个上面我看到那里上面是不是以前也有房子啊？那你看看那么多石头把房子修在那里的。是房子啊。啊。以前这里是一栋房子，对不对？是栋房子啊。现在这个房子完全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墙头屋塌了。啊，以前这上面好多房子是吧？啊，或者打高铁路的。啊。啊。全部是房子。啊。那你以前这里还蛮热闹的啦。没热闹吗？嗯。要是人不搬出去，你这里真的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。你看有山有水，里面又安静，空气又好。那你1年4季的话，待在这个地方有超过半年不？有。半年时间都住在这里啊？半年多。半年多住这里。
就冬天的时候就跟着小孩子在城里面生活了。就这个时候3月份到9月份左右，热的时候就到这里来避暑了。本来去家去要到12月才能出去。啊，要到12月份你才会去城里面，其他时间就到这个里面。那这里面搬出去有多少年了？这些人搬出去有没有10年？哇，哇，搬出去有20年了，是慢慢的人搬出去，还是陡然之间全部搬出去了呢？是政府让你们迁出去，还是自己你们迁呢？完了呢，就自己要迁啊，你没有学校啊。哈哈，没学校是，你不得搬出去都得搬出去。你不搬也一搬呐。啊，是的。主要是小孩子读书教育问题了。就是有的时候看到了。是的，是的。这位吴叔叔在给家里人打电话，这里面信号还不错，我们往上面走一下，走个3-50分钟看看。啊，没错了，你看看，刚刚吴爷爷不是说这里面以前也是田吗？你看这里种的也是田。现在都荒掉了。没人打理了嘛，上面全部就是房子啊，你看看，泥土房全部倒了。这里是山泉水，生活了100-200多人，热闹辉煌了。但是，一旦学校裁撤并以后啊，这里的人呐，不得不搬离这里了。为了下一代，为了孩子的教育，不得不搬离这个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。再试想一下，以前住在这个山上面的这户人家，他这里面把房子建到这个上面，需了多少的人力啊、物力啊，还有精力啊！我说，你还不准备去搞饭吃吗？12点多了，准备搞饭吃了呀？你现在把这里种那么多菜，你不怕有野猪来呀？这里没得。啊，你这里没有，要山上才会有。啊，这里还是不会有这种野猪什么的。啊。爷爷你好勤快哦。声音大一点，爷爷听不见。以前这里面的房子都是泥土房咯。啊，全部这种泥土房，是2层吧？1层呐，上面还是个阁楼的形式啦。阁楼还是住的有人呐？啊，没住人。那就是单纯的放杂物的咯。哦。因为我看到你这里骑摩托，应该也是没办法去到你自己家里面，要过一条河。那你走前面呗。哇，这还是个木桥。你这个还是木头做的桥哎。这个桥有多少年了？有几十年了。哦，哇，走到上面还有一点点摇摇晃晃的感觉哦。以前应该还要宽一点呢。断了2根。这门口这一棵是什么树了？啊？枇杷树啊？哦，这个枇杷树好大哦。可惜死。冻死了吧？哦。这个还有一个丝瓜。嗨，爷爷自己种了点丝瓜。这个丝瓜干了之后，它里面的那个瓤可以刷碗用。哎，是的啦。我们家就有一个。啊，这就是山泉水啊！你看，源源不断的山泉水啊。啊，这是你的菜园子。哇，是的，是的，哎，我刚刚看到了。啊，那一片全部是你刚刚开的荒。那一片地方可以摘好多青菜嘞。等
啊，以前是种水稻的嘛。已经种水稻的了。啊，现在全部改成土了。啊。这个是香菜。中间还混了一点大蒜。哎。以前这条路是去山顶上，还是说去旁边邻居家了？到啊，山顶去。啊，可以通过那里绕到山顶上去。你是中午自己吃米饭呢，还是搞面吃了？吃米饭。哦。啊，你这里面还有蜂箱哦。你现在这里还养了蜜蜂不？还是养了些蜜蜂啊？哇，这个面积还是挺大的。以前这里应该是养猪的吧？是的喽，这就是青石板路。啊，这条山路可以一直卷到山顶上去摘野果子，或者去在30年前，就是上面去种玉米、种红薯、种花生的地方。啊，这位吴爷爷看到没？巴掌大一个地方，都还要种一点点葱，看到吗？是的。好，我们去吴爷爷家里看看。啊，以前这里都是良田，现在荒废成不成样子了，就被吴爷爷那里稍微开垦出来，种这些青菜。到冬天啊，平常的时候啊，给他的儿女们带过去，给孙子辈们去吃。哇，你看到没有？爷爷家里收拾的干净不？这地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树叶或者是一些杂屑什么的，看看，好干净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吴叔可以到你这里来看一下不？可以，来走了。啊，没事，走一走。哇，你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？我的那个房子是80年建的。啊，1980年修的，那差不多有46年了嘞。啊，是的，看看，上面修的是一个阁楼，啊，上面好多竹席，看到吗？晒稻谷啊，晒一些干货的时候，铺到上面去的，这样子就更容易干，收东西，放杂物的地方。两边另外2个阁楼可以晒被子啊，或者睡觉的地方。看看这里面是养蜂的。现在是养蜂，平常以前应该是厨房吧？不是厨房，睡觉的地方。睡觉的。嗯。好多能用器具还保留在这里面。以前你修这个房子应该也费了不少钱吧？我这个那个房子全单看来的。全部是靠肩膀挑进来的。挑啊，那些叫啊，你叫过块钱，叫打的呀，到的你过块钱，一到这个头去。啊，就这么宽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开进去，干啥子单开的呀？哇，这个山都是以前用锄头挖开的。挖的。啊，然后挖成这么大的面积，然后里面的这些瓦呀、木头啊，都要去山外面搞进来吧？木头不要，木头在山里面砍。啊，木头就是山上砍，瓦呢就要去外面买。外面。大概多远呢？有没有10-20公里买了？有。20多公里才能买到瓦呀？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，不是全部挑进来啊？那要走好远哈，用土车子推了，就那种3轮车啦，那种独轮车啦。给他去吃顿饭嘛。啊，不用，我马上回去，我就是看看带小孩子出来转一转。他这个以前好像是那个挡住小孩子，不让他往外面跑的吧？就这个。啊，对啊，他这里都是
以前你问一下爷爷啊，你看看这个起什么作用？他说这个地方不知道起什么作用的，他说这个门。哎，别了。啷个去？挑有个挑得起呀东西啊，它上头鸡呀压紧了呀。听到了吗？就是吴爷爷告诉你，就是这个门，要是养了鸡子、养了鸡、养了鸭，或者是小孩子，就防止他们出去啊，或者鸡呀鸭呀，防止他们出去家里面啊。这是起这个一个作用啊。哎，谢，我们有一个就够了，有一个够了，漂亮，有一个就够了。我有哦。啊，谢谢。你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养点鸡呀、鸭呀、鹅什么的。不是那，我媳妇用了养那。对啊，养完以后你在城市里面你还是要吃嘛。啊，一种鸡啊，你用那么，它难丢夫。养了这里面就是防止黄鼠狼来吃。还有那个牙鹰。还有鹰也，上面还有鹰啊。对，那个牙鹰啊。还姜。要过来还要吃这些，还要飞到下面来吃了。但你打就打不的，你打个俺呀还有点讲，你个打到俺呀还你困的了。打干了走了撒口。是的，这些都属于野生保护动物，你还不能打它。还不能打。你吃的你的鸡呀鸭，你只能眼睁睁的看它跑走了。是的。所以你要是没人管，你养的鸡呀鸭都跟天上的鹰给养肥了。好吧，安南，我们回去吧，不打扰爷爷了。爷爷待会还要把这些土还要开荒出来，不是明天就要下雨了，要下10多天雨。我看了天气预报，要下10几天的雨。阴雨天气。好吧，反正麦片给爷爷吧，我们走吧。你去拿吧。我们拿包东西给你吃吧，放里面去。不要。我们坐在那边玩也没东西了，哎，不，给你吃的。没有，我屋里有啊。我们到外面玩也没带什么东西，你看你都给我们东西吃啊，那打扰你了。好，身体健康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拜拜。好，身体健康。你一个人在山里面做事注意安全。哎，好。这位吴爷爷他非常的热情，告诉我们了这个村落以前的故事，还不收我们的谢礼，真的是太热情了。在这里，我就祝这位吴爷爷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